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他挖出来。说心里话，我们其实从心里边特别希望您走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可是又怕你离开我们，就这一天就还是来了。小儿，别孩子气。我没孩子气，川哥，就是你走了，我不知道该干啥。啥玩意儿？你不知道该干啥了？你当刑警这么多年，你不知道该干啥了吗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走以后，把旭城这个地方给我守护好了啊，听见没有？再说了，我这次去不一定能把这事儿拿下来呢。万一拿不下来，我再回来，我回来做那个普通侦查员。肖，那时候我跟你混，你那时候你不能不要我啊！哎，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。谢谢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秦川秦总，一线刑警出身，在旭城市、合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，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，我们也是10来年的老朋友了。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，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。好了，咱不这么介绍啊。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，在年轻人面前装老，挺没意思的啊。其实这个秦总叫的我也很不习惯。我被调到刑侦总队，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。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，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。好，那就没事了。哎，我有办公室吗？当然。那走吧，啊，回见。你怎么样啊？咱这又好久不见了。嗨，还那样。案子多，事也杂，全省各地哪儿发案我就往哪儿跑。西城这个案子尤为焦灼，还好小朱在这儿盯着。现在你来了，我更踏实了。哎，李文呢？这我来了，他怎么没出现啊？哎，现在咱们3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？他忙，李文啊能干，厉害，一个能顶俩。你看头些年，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，到培兴来的时候，他哭得稀里哗啦的。现在到了省厅，整个变了一个人。这2年，厅里要求建情报信息中心，他说建就给建起来，搞得风生水起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。
同事关系，都在一栋楼上办公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到了，就这个。嗯。哎呀，这李警官提前到我办公室卧底来了。你今天到，我要是不露面，你不得挑我理啊？哎呀，真是越来越精神了。穿警服呢，不能吧？哎，有规定吗？哎，绿植喜欢不？特意给你准备的。真好。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，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，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，啊，特别有希望的感觉。是，好。嗯。电窑这垫子很专业，也是你拿来的？对呀，他不是腰不好吗？我给他弄个垫子，坐着舒服点，还行吧？太行了，周到。哎，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关系感觉挺熟啊。多少年同事了，这能不熟吗？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？啊？那个，哎，要不你就先去忙吧，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，聊会儿天。哦，那你们聊，我忙去了啊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姑娘海平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，天天学习。你怎么样？我啊，挺好呀。跟赵飞也挺好的。啊，同事嘛。你们俩口供一致啊？他也这么说。啥意思呀？啥意思？李文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要觉得赵飞不错，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啊！老大不小了，又是带孩子，又是忙工作的，多不容易啊！嗨，再说吧。再说吧是什么意思呀？海平不同意啊？哎，要这样的话，我跟海平聊聊。孩子大了，他应该能理解、能懂啊。不是，我刚反应过来。你咋知道的？我咋知道的？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？我不是海政，吓唬我呢。重说。我重说，何青莲告诉我的呗。就知道是。跟我说多少次了啊？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事儿，才跟我说的。都这么大年龄了，别想那么多了啊。不容易。生子走以后，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。啊，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，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，他这，你有事儿啊？什么叫有事儿啊？本来就是有正事儿，没来得及说呢，就出去了。那你出去干嘛？你刚才直接说不就完了吗？里边让我先出去吗？那个，行了，那你们忙正事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工作得慢慢来，注意身体啊，别太拼了。好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？这么半天。哎呀，别瞎打听，来说正事。好，你先看看这个啊，就是你投来的前2天，云城搜到一条线索，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。这个人是汉安的，在兰江当过兵，退伍以后回到老家，因为恋情不顺，离家出走多年。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儿，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。95年，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，杀害人员后潜逃。这个云城警方呢，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，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。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，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。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，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。A 通。我先看看材料吧。
喂，我在跑案发现场，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，尤其是那个905公交沿线，啊，我马上回去。秦总还没到吗？没到。秦总，视频都采集回来了，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。你再调再查，就这个时间段，所有路线都得查，扩大视频侦查范围，一站一站查。邓光荣。哦，秦总，有事远迎啊。哎，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？开。秦总来了，我们还没招待一下，啊？哎，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？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。顾局，你想多了，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。我这人呢，不爱花里胡哨的啊，咱们直接说案件吧。现在那个胡成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，有下文吗？哎，陈年旧疾，吃2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？通缉令有反馈，也不可能那么快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，往前得推进啊。秦总，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胡中兴的事儿，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。那进展怎么样？我们的人到了那里，人生地不熟，出境也很困难。说实话，不是我们不努力，是真的没办法。你看啊，各地信息不通，情报也不互通，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反正啊，一有消息，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。这样吧，胡中兴的事儿，我去跑一趟兰江。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。从现在看来啊，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，也是最大的突破口。啊，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。秦总，你讲话直接，那我也不拐弯子了。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，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，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？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，加大力度，多派一些人，我就不信了，挖不出来他。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，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答案。小邓，听到没有？接着看。还有啊，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，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。顾局，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，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。我跟曹老师、小朱他们呢，带人经过半年时间啊，搞了个并案报告。曹老师呢，也做了枪弹的实验报告。他提出，将我们现有的3起案子和云城的04年、05年的2起案子并案。这个实验报告应该给顾局了吧？您应该看了吧？报告？我没看过。这件事情谁负责？你们给我报过吗？
没关系，这个报告看不看不要紧啊，不妨碍我们编案的事儿啊。那现在要并起的这2个案子，源头都在云城，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？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难言之隐吗？秦总，你看啊，咱们刚来，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，要不这样吧，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，你看呢？好，那你们准备准备，晚上接着开会。秦总，秦总，晚上请你吃个饭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秦总，顾局，来，哎，我不能坐这儿，哎，我坐这儿，我坐这儿。不，客谁主编，听我的。这你必须，你听我的。这买单的地方。哎呀，不行。哎，秦总，你到了西城之后啊，咱们2个还没有在一个桌子上吃过饭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是我礼数不周，给您道个歉。都是为了这案子，不存在礼数不礼数的啊。这个说实话啊，这办案子就跟做饭差不多。你把该有的材料端上来，我才知道这饭怎么做。你比方说这个剁椒鱼头，你光有剁椒没有鱼头那是什么呀？是吧？你光有鱼头没有剁椒，那也不是一道菜，是不是？对，秦总，你讲的有道理。我们呀，不但要有鱼头，还要有这个呢。哎，顾局，这酒就不喝了。哎，我呢，说话直，我就直接问问题了，好吧，顾局。今天呢，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，好吧？跟那个云城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秦总，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。前几年有个大案，杀人、抢金店、抢银行，是团伙作案。哎，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，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。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，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，但是效果不好，所以这次并案就没去。哦，还有这么回事儿。那个案子，我们2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，很难拧到一起。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，所以我们西城、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。顾局啊，我听明白了啊。想想也很正常啊。这2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。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，但是活不能不干，案子不能不破，是吧？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己说服自己，案子必须得并，只有并案侦查、信息共享，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。这样吧，我明天就去云城，2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。秦总，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，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，其实说不定各自查比硬搞在一起效果可能更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说了，秦总，咱们俩不多喝，就这一个。酒真别喝了，这样抓紧干活吧。
我现在呢就回去订票，明天就去云城，好不好？秦总，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，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。哦，他们怎么说？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，但是吧，查胡忠新他们没问题，但一提到了并案，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。觉得我们管得宽了？谁说的？当然得管了，案子不等人。强悍是好事，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。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，非常严谨，并上就是5起案子，6条人命。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，那不成笑话了吗？行，那我就通知石处，咱们明天一早出发。哎，石处留在西城吧，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，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。这样，你跟我回云城，然后咱们就去兰江，速战速决。是。老周啊，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。省着点用啊，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，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。哎呀，谢谢了。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，还看哪门子视频？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，都1年多时间了，那眼睛都看瞎了，有什么用啊？老周啊，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，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。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，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。我们这么多双眼睛，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。继续看了。哎呦，常局啊，秦总，这位就是常斌，常副局长，您见过吧？啊，没见过。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，可惜没见着。走马。上次真的是很急呀，秦总。你到我们这边，我们表示欢迎。但是西城的事儿，恐怕有点不好说啊。没什么不好说的，有什么不好说的？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。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，也不想知道，但是我知道，天下警察一家人嘛，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，是不是？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，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，不应该个人来继承，是不是？秦总说的是啊。秦总，你有什么计划？我听你的。我实话实说啊，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，是为了案子。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啊，以后为了案子，两家必须共同合作。那秦总，你说嘛，我们怎么合作？我是想带着西城的人，去一趟汉安胡忠兴老家走访一下。这个案子这么重要的线索，不能再拖了，我必须亲自看看。秦总啊，你来之前，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，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，我们去办。这样，金总，给我们个机会，让我们先查。行，那你们去查胡忠兴老家，我带着西城的人去兰江查枪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，及时共享。好的。
哎，吴老师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？不太乐观。现在这西城和云城人还是不愿意一起工作。我前天到的西城，今天到的云城，本来打算带着西城的人去走访一下胡崇兴老家，结果云城的人现在提出来他们要现场，所以现在我只能先去兰江查江了。这个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，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绳上吊死，越走越远。是啊。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？我跟你说，地方的公安压力大，容易死磕较劲儿。你走这一趟，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，办案的准绳在哪儿，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。是。现在就钻牛角尖儿，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，啊，视频监控也不查了，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。川儿，你呀，你得替他们整好多呀，啊！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，咱们这是在明处，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，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。丧失主动权，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，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，你懂吗？是吴老师，我懂。哎呀，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，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，真是难为你们了。嘿，也不都是这样，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。啊，这样，我跟领导打个招呼，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，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。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吴老师。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，秦总，你们来了就太好了，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。是。出门在外办案子确实不容易。秦总，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兴警官，你好，警务联络员。你好，你们来之前呢，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，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呢，都可以跟他讲。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，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。华兴，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。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。好，秦总，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。那，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，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，人还在。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，枪肯定是找不到了。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，也说没有。就这些啊？就这些。啊，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？不能。秦总，胡忠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，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。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？不知道。胡忠兴抢了一辆什么车？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，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，可惜什么也没找到。我们这次来啊，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。要不就华歆再辛苦一趟，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，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？好。另外，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？应该是有的，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。哦，要找。我的意思啊，不管是这个华歆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，只要有弹壳弹头，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，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。估计很难。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，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没找着就继续找嘛。
兵分2路，啊，华歆去缅甸那面，挖地3尺，看能不能找着。我们这面去那个档案馆，找原始案卷。好，走。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。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，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。让你说着了，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。只能等华歆的消息了。秦总，华歆那边来电话了，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，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，调了好多人过来，一点一点的翻，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。想想也是啊，10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，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。行了，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大家回去休息，我们尽力了。你慢着点啊。没事没事，不是10几年前的小伙子了。没事没事。你要是老这么扛着，出了什么问题，那难受的是自个儿。哎呀，这么多天掘地3尺，什么收获也没有，真是一言难尽。站这等着啊！进来。躺那，躺那。他们这案子呀，办得太糙了。来，说我想批评他们几句吧，看到他们生活工作要什么没什么。哎呀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人少装备还不足，一张张苦哈哈的脸，我是真不忍心了的。老赵，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，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，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？不是。说呀，为什么？你问这问题，我真想过。那天一到现场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，虽然是从这边来的，可怎么都感觉不像。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切本，什么人干什么事儿。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，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、更狠辣，还更有预谋。哎，别动！他就是这种感觉啊。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，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，
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。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，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。我有种直觉，他还会作案，没有离开西城，搞不好是大案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？这回茶香，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。云城、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正兴这条线呢。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，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，对吧？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，必须改变方向。川儿，这回听你派我来，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。你后边想怎么办？你跟我说，我回去汇报给领导，帮你解决。从头再来。从头再来。秦总，哎呀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走，啊，石处啊，秦总，听我们小岳讲，这趟很不容易啊。哎呀，办案子嘛，这很正常。好在确定了一点，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，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。